Hello， 各位大家好。那这部影片来跟各位详细介绍境界百切活动以及后续攻略的大方向，还有各种境界功能与推荐出法。因为国际服饰第一次出这个活动又刚开始，所以主播的攻略主要是参考陆服呈现数据，如果有误差，敬请见谅。虽然小白几乎是原封的不动照抄了啦。首先，我们来看暗境，也就是多人模式。这个模式跟古国的多人模式一模一样，基本上有体力就拿去打炼狱难度。如果想跟朋友打的，就用建立队伍；担心翻车的，可以设定一下加入了忍阶，然后丢地区等人进来，又或者是朋友拉一拉直接出发。那这个炼狱模式基本上有准备都不会翻车。那打完之后会获得2个东西：镜花跟明镜秘符。秘符有点类似古国的钥匙。至于购买体力的部分，一天可以买3次，分别是30、60跟100勾玉。如果烧勾玉烧满，总共是190乘21，也就是3990勾。那如果没有要拼榜或者打算摆烂的，就不要花勾玉了，留着等资源也是一个选择。至于要拼排行榜的，一定要烧勾玉，因为境界跟古国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有一个叫静气的系统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单人模式。单人模式跟古国蛮像的，也是每一层需要花秘符来入场，并且在结束时获得镜花跟境界结晶的奖励。2个活动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境界结晶。单人模式在40层以前进入战斗都需要花费秘符，而在结束战斗以后都会获得境界结晶的奖励。那40层就是最高可以花秘符获得结晶的层数，后续结晶的刷取都会在40层。那结晶的作用后面会提到。当我们爬到41层以后，进场就不需要花费秘符，那结束也没有奖励，但是排行榜就是看最高层数的最快通关，打越快分数越高，排名越高。听说这个活动在陆服总共有80层，那并且 BOSS 还有各种属性抗性跟特质。这一次的最后一层搞不好就是弱火的龙族，为了让大家看到胃里有多猛，特别弄的啊。所以说41层以后就是拼配置跟静气的配备，配置不能动了嘛，那所以就来看一下静气好了。在右上角的获取静气可以来到百气兑换界面，用供奉就是用抽的，每一个静气是150结晶，而用换的则是300结晶。主播是觉得有目的的换静气会比较快，每天刷新出来有用的就直接买，后续有多的结晶再拿去抽。至于为什么不直接用抽的，单纯是怕抽到垃圾。再来获得静气以后，可以到装备界面放置，有点类似拼图的概念，可以拖曳静气到格子中。静气多了也可以花结晶拓展格子，让我们能够装备更多的静气。都装备好了以后，可以在总览看到目前的加成，抽到的时候就是1等，2个同等静气可以往上合成，往上合成会获得更好的加成，也就是说打越多把单人就能有越多的结晶，有更多的结晶就能换更高等级的静气，在单人也就能打得越快，后续的排名也就越高。可能有人会想装2件一样的，但规则上说不行，同名的就只能装1件，所以有相同的静气就按1件合成，它就会自动帮你升级。所以这个活动就是要尽可能获得静气塞进格子中，然后往上打层数，静气越好，相对的就打得越快。别人有花你没花，静气输了要怎么赢？这边主播帮各位整理了大部分静气，我是觉得可以分成3大类。第一类就是功能静气，主播这边把比较重要的静气标红，稍微重要的标成。总之静气中看了大部分的攻略，核心基本上都是千本毒月，一定时间提升大量的攻击，等级越高循环越快，然后飞镖秘符是拿来搭配其他静气的效果。另一件比较重要的是静魂祝福，带越多的静气加越多的攻击力，千本跟静魂可以优先拉等级。那再来也是功能静气，回响跟巨能镖可以搭配飞镖秘符组成一个套装，大小剑怒跟狂骨可以让回响的效果更好。那至于秘术时搭配巨能镖凑大招也是很快的。这2页标红色的兑换有看到可以先买起来。那再来是不那么重要的武器，我自己觉得武器都不用特别买，数值跟陆服也不怎么相同，所以就没有特别收集太多把，就放了我商店有的。第3部分是属性静气，这个就看各位主练的是什么属性，雷的就雷和雷根，火的就火和火根。如果是2种属性就自己搭配一下，不用全练，有的属性再弄就好。最后是这个陆服排行榜玩家后来公开的配装，我看了一下，觉得好像这样装就很顶了。有想拼榜的可以参考这种配装来进行调整。以上就是这一次静气活动的攻略起手式，后续主播实际体验到的状况会再更新给观众。目前就照着这部影片弄，应该排名就没有问题。那就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